大叔每天都要生吃泥鳅，从一天吃几根，直到后来的一天一盆。说这样做完全是为了保命。只见他抓起一只，不假思索直接吸了下去，一只不过瘾，接着又吞了一只，怕别人跟他抢，就把盆里泥鳅都装了起来，边走边吃。Q 弹的口感让他流连忘返，吃饭也要先拿泥鳅开胃。母亲很担心他，特意为他煮了一锅香辣泥鳅汤，他连看都没看。他认为高端食材只需要最朴素的烹饪方式，生吃才是最好的。母亲也只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，因为他知道儿子吃泥鳅是为了救命。此话怎讲？原来是大叔肠胃不好，为此还做过5次手术，吃过很多药都没什么效果。偶然的一次，在一本古书上看到泥鳅能缓解胃痛，抱着试一试的态度，当场生吃了一只，结果胃里一下就舒服了很多。就这样一吃就是10年。现在的问题就是泥鳅完全不够吃，没事就要去田里挖泥鳅，没一会就挖了一盆，稍微清洗下，抓起来就吸进了嘴里，那是干净又卫生啊。医院也去过了，胃病还真就好了，身体也没有其他问题。但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，容易感染寄生虫。如果非要吃的话，建议只能中午吃。他只是简单吃个炸酱面，所有人都惊讶地看着他，大家都觉得他有病，因为他往面里加了一大勺白糖，又甜又咸的口感让他流连忘返。大爷还一本正经地表示，炸酱面就应该是甜的才好吃，说加白糖是为了健康，这是什么鬼道理？大爷在村里很出名，出门前必须在兜里装几10块糖，见人第一件事就是分享糖果，自己的嘴巴永远不会闲着，随时随地来一颗。他说每天都要吃60颗，可以说除了睡觉就是吃糖，但糖果只能算是开胃菜而已。又到饭点了，大爷打开了糖罐子，把满满1勺白糖加在米饭里，做了个白糖拌饭，这个我觉得还是能接受的。然而接下来的操作就比较奇葩了，他连泡菜都要蘸糖吃，这谁受得了？说来也是奇怪，每天吃这么多糖，大爷身体却很健康，从不吃糖的妻子却得了糖尿病，真是造化弄人啊。饭后大爷还得来一杯咖啡消消食，里面又加了8勺糖，搅拌搅拌一饮而尽。就这种喝法，他每天都要喝5杯，算下来1周就要吃掉6斤白糖，这属实已经在人体承受范围之外了。妻子一直想不通，应该是老伴得糖尿病才对啊，造化真是弄人了。话说这样吃糖牙齿能受得了吗？大爷轻蔑一笑，说自己的牙早就掉光了，10年前就用上了假牙，反正不是自己的牙，想怎么吃就怎么吃，嘿嘿。大爷说之所以吃糖都是为了健康，原来30年前他的身体出现了问题，不得不戒掉了烟酒，于是找到了糖果作为替代品。好消息是身体慢慢恢复了健康，坏消息是吃上瘾了。大爷说自己吃了这么多糖，不仅没事反而还更有精神了，尽管已经80岁了，身体却很健康，血糖也查了，心电图也看了，还真没有任何问题，也没有的糖尿病，就是血压有点高。总体看来还是糖果影响的。医生说如果能减少糖的摄入量，身体会更健康。不过这建议大爷并不接受，说自己都80了，活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自己开心最重要。说完拨块糖放嘴里，潇洒地离开了医院。他每天吃饭要先倒上3碗汽水，温度还必须是常温的，这就是他每天的主食。这一点点米饭只是配菜而已，1勺汽水就这1口米饭，吃得津津有味。吃完饭接着又炫了一瓶1.5升的汽水，不到5秒钟瓶子就见了底。大叔说每天都要喝3瓶1.5升汽水，已经连续喝了33年，就连吃药都是用汽水送服。问他为啥不喝水，他却说喝水会死。这回答把小哥都逗笑了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怕大家不信，他直接去厨房倒了一杯水，喝下一大口，紧接着他开始疯狂呕吐，额头也渗出了汗，神情变得恍惚起来，看起来好像是真的。大叔说从4岁开始就不能喝水了，他认为都是因为4岁时做的那场手术，手术的副作用导致他对汽水上瘾，就这样喝了33年汽水，随之而来的就是不断上升的体重。不仅如此，他的牙齿也被腐蚀坏了，检查发现他的骨密度水平已经相当于70多岁的老人了，有些关节都粘在了一起，情况非常严重。至于他为啥不能喝水，心理医生认为可能是当时手术后服用的药物引起的恶心反应，这种恶心反应被他错误地认为是水导致的，加上心理作用，他就认为自己不能喝水，只要改变错误的观念就好了。几天后节目组回访，发现他把家里的汽水都丢了，现在每天都吃蔬菜，用新鲜果汁代替了汽水。你看33年的习惯都可以改变，所以说改变自己从来不会晚。大爷每天用3轮车拉着1瓶可乐，去哪都带着，说可乐能保命，生病了可以不吃药，但不能不喝可乐，困了可乐来1瓶，干活累了来1瓶，就这样每天6瓶，喝了20年，足足喝掉了43800瓶。最急的人是奶奶，怕他喝死了，爷爷一句无所屌味，转身又炫了1瓶1.5升的汽水，喝完再满意的打个嗝，这是他最享受的时刻。现在可乐还被他研究出了新喝法，在米饭里倒上半碗可乐，搅拌一下做成了可乐汤饭，连汤带水一口闷，夏天来这么一口，别提多清爽了。大爷说自己爱上可乐都是因为20年前的一件事，他曾经嗜酒如命，有天喝到胃痛，随手拿起可乐喝了几口，胃里一下就不痛了，也不知怎么的就上瘾了，彻底爱上了这种味道，即使喝到牙都掉光了也无所屌味。奶奶想带他去补牙，
大爷却觉得浪费钱，有那钱买可乐不香吗？可乐在手精神抖擞，根本不用去医院。最后他还是被大家带去了医院，医生说他大部分牙都坏掉了，基本上没啥用了。随着检查的深入，您猜怎么着？大爷除了牙有问题，身体其他方面都很好，也没有出现骨质疏松的情况，但医生还是建议他减少用量。大爷轻蔑一笑，转身就走出了医院，说可乐是自己的快乐水，现在年纪大了，快乐不了几年了，该吃吃该喝喝，这都无所屌味。说完接着炫了一瓶回家了。奶奶只是吃了一勺东西，孙子却面目狰狞地看着他，因为奶奶吃的东西实在奇葩。随后拿出自己的假牙，在上面又挤了2道这东西，接着戴了起来，看着属实恶心。一问才知道，这东西竟然是眼药膏，而且奶奶已经吃了4年，她一定是对眼药膏有什么误解吧？眼药膏在她手上，除了不用在眼睛上，哪里都能用，根本不需要唇膏和护手霜。奶奶说尤其治脚气一绝，今天涂明天好，实在是居家必备良药。节目组问她吃起来是啥感觉，奶奶一脸沉醉，说入口绵柔回味甘甜。吃饭时奶奶又把眼药膏挤在假牙上，说这样就可以啃得动骨头，还能帮助消化。原来奶奶一直有肠胃方面的问题，也吃过一些药，但有严重的副作用。后来不知道怎么想的，吃了一次眼药膏，结果胃里一下就舒服了，就这样一直吃了下来。家人都很担心奶奶的身体健康，劝她不要再吃，但奶奶根本不听，最后被家人带到了医院。检查下来，医生明确表示眼药膏不是万能的，不仅没能帮助她，还引发了食道炎，必须停止这种行为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22岁小伙每天在背包里装一袋沙子，走到哪都带着，家里米缸内也装满了沙子。吃饭时他从袋子里掏出来一些，抓上一大把就往嘴里塞，吃得一脸享受。这就是他今天的主食。吃完还张嘴让大家检查了一下，他说沙子吃起来口感很脆，还有点甜。怕大家不信，小伙还想让一旁的大叔试试，大叔也不含糊，抓起一把就要往嘴里塞，接着露出了关怀智障的眼神。妈的，这不神经病吗？小伙说每天带一袋沙子，是为了能随时随地给自己补充能量，一旦困了累了就要吃，吃上一口整个人都精神了。他没事就去工地吃自助餐，工地上的沙子新鲜可口，品类多量还大，这种红沙是最好吃的。不过今天吃起来感觉有股骚味，有点奇怪。他转头又来到另一堆沙子前，看起来好像是新品，还真没吃过，抓起一把先尝尝咸淡。总结下来，白沙比较咸，红沙比较甜，根据周围小动物的多少，味道也会有所变化。不过说起他吃沙子的原因，却很令人心酸。小时候他家里很穷，3天饿9顿的，饿得实在受不了了，就想着吃沙子来缓解。这一吃不要紧，意外打开了味觉新世界，就这样还吃上瘾了。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这个大爷爱吃猪饲料，一吃就是一大锅，已经连续吃了50年，饲料都过期发霉了，他却吃得津津有味，边吃还边笑。可乐就在地上接水喝，住的地方看起来像一堆垃圾搭起来的，里面一片狼藉。刚见到记者时，他非常警惕地打量着，问他为什么住在山上。老人什么都没说，转身迅速离开了。记者赶紧跟了上去，但很快人就不见了。记者只好回到老人的住所继续等待。傍晚，老人再次回到住所，问他问题还是什么都不说。山上的夜晚异常寒冷，老人躺在石头床上瑟瑟发抖。在工作人员的长期沟通下，老人终于想起了自己的名字，那这也就好办了。记者来到山下村庄，想了解更多关于他的信息。村民听到他的名字都很震惊，说他失踪了50年，还以为早就死了。通过一番打听，记者找到了他表哥，随后带表哥来到了山上。见到表哥后，他突然跪了下来，表哥邀请他和自己一起生活，他却直接拒绝了。那他为什么要坚持住在山上呢？真的是奇怪。记者在一旁搭起的帐篷，决定和老人同吃同住，与他进行更深入的交流，让他慢慢打开心扉。几天过去了，老人变得开朗了许多，他终于决定迈出第一步，跟着记者下山生活。接着也说出了自己的故事。原来在他小时候，父母经常吵架，而后就离婚了，他只好和外婆相依为命。不幸的是，外婆不久也去世了，他伤心欲绝，无依无靠的他独自一人躲到了山上，这一躲就是50年。记者随后带他离开了大山，还带他去做了体检，身体不是很好，需要在医院休养一段时间，希望老人可以赶快好起来。他吃冰淇淋要加辣椒酱，一口下去冰火2重天。他说这才是冰淇淋的正确吃法。为啥会喜欢这种奇葩口感呢？回到家才发现，他家冰箱里除了辣椒和辣椒酱，其他什么都没有。辣椒直接当零食吃，他说不仅不辣，甚至还有点甜。每次吃火鸡面还要再加入满满的新鲜辣椒，说吃辣椒能释放压力，吃得越辣效果越好。现在他要挑战当地最辣的炸酱面，还要求厨师给他做个最辣的。即使这样他还是不满足，在面上又加了辣椒段，吃得一脸惬意。厨师看得都怀疑人生了。大家又给他准备了3种当地最辣的食物，第一个是辣炒年糕，刚吃一口他却笑了，没有任何感觉。第二个是辣酱咖喱，这个稍微有那么一点感觉。第三个是魔鬼辣鸡腿，仔细品尝下，还是一点反应没有。他说从来没吃到过让自己感觉辣的东西。这话彻底激起了节目组的好胜心，直接放出大招，端上来一盒死神辣条。据说这玩意只能中午吃，是用世界上最辣的龙息辣椒制作的，辣度是普通辣椒的220倍。为了不被打脸，
小姐姐也重视了起来，提前准备好了一杯牛奶，拆开包装，厚厚的一片，她也不含糊，直接一口吞了下去，仔细嚼了嚼。아직은 괜찮은데요? 살짝 달았는데 나중 돼서 씹으면서 넘어갈 때 쓴맛이 나요. 这下节目组算是彻底服了，大家不禁有个疑问：这样吃辣屁股受得了吗？经过检查，医生说她患有轻微的食管炎，必须要改变饮食习惯了。小姐姐倒也听劝，说以后会尽量少吃辣椒，大家千万不要模仿哦。一群大妈跟着一只公狗在做祷告，眼神满是崇拜，只因这狗不一般，很早就看破红尘，出家当了和尚，每天跟方丈一起诵经念佛，居然还学会了打坐，露出虔诚的眼神，身体半蹲，双手合十，一坐就是一上午，直到念经结束才会把手放下。众人都很好奇，好好的狗狗为啥会选择出家当和尚呢？他能听懂佛经吗？一旁的方丈却笑而不语。不仅如此，他现在连狗粮都戒了，只吃素，大白菜是他的最爱，还上过报纸，被各大媒体争相报道，甚至有人为他写了一本书，收获粉丝无数，经常收到来自全世界各地的来信，还有粉丝亲自来寺庙看他。狗狗非常有礼貌，见人就作揖，连粉丝也不禁想问他到底为啥要当和尚。方丈表示这狗之前是个花花公子，到处沾花惹草，偶然间来到寺庙，正好看到方丈在念经，一下子就被吸引了，听得如痴如醉，自此看破红尘，遁入空门。刚开始方丈以为他只是在模仿自己，但随后几天，只要方丈诵经，他就会出现在一旁静静的听，有次还看到他独自在佛前打坐，一坐就是半天。方丈看到了他的慧根，于是收留了他，并给他取了法号悟净。就这样，他已经在寺庙待了3年，一旦有空就跑到佛前打坐。不得不说，还真是只虔诚的狗狗。大叔养了一屋蚊子，竟然是为了给孩子吃，用网兜在墙上这么一搂，就抓了满满一袋。但这仅仅是孩子们的开胃菜，还说孩子最爱吃的其实是苍蝇。接着他来到一个塑料桶前，说这一桶就是孩子的主食。掀开盖子，那味道比鲱鱼罐头还要臭，绿头苍蝇漫天飞舞。大叔说这是10天前买的鸡肠子，在室外整整发酵了10天，就生成了这些苍蝇。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孩子会喜欢吃这些东西呢？大家好奇地跟着大叔来到一座大棚，大叔把抓到的蚊子全放了出来，瞬间就跳出来了上百只树蛙。原来他口中的孩子就是这些树蛙，小小的一只非常可爱，抓蚊子也是一把好手，一口一个那是真香。随后大叔又把苍蝇放了出来，看得出来树蛙确实挺爱吃，口感比蚊子好多了，一口下去还会爆浆。大叔一共养了3个大棚的树蛙，一座大棚里就有1000只。他说养树蛙纯粹是因为喜欢，自己把树蛙当成了孩子，树蛙也都很喜欢大叔，只要大叔出现，树蛙就会跳到他身上，很快身上就爬满了10多只。不仅如此，他在家里也养了一缸，就连吃饭也和树蛙一起。大叔说这样才有食欲。家人都不理解大叔的爱好，尤其是儿子，和树蛙比起来，感觉自己不是亲生的。大叔睡觉要先在枕边放一根木棍，睡到半夜就拿木棍捅嗓子，起床后要先倒立10分钟。不仅如此，他一天还要喝20瓶可乐，走到哪喝到哪，也不是喜欢喝，而是不得不喝。喝可乐是为了缓解身体的奇葩反应。啥反应呢？大叔已经饱受打嗝困扰8年了，随时随地都会打，一旦开始就不会停止，这时候就必须要喝可乐，打嗝才会消停一会，但过不了多久又会重新打嗝，就连吃饭都没办法正常吞咽，刚吃2口就要去厕所吐掉，营养不良暴瘦了几十斤。他们也尝试过很多办法，妻子会趁他不注意猛拍后背，捏鼻子憋气，还尝试过喝醋。一番尝试下来，结果看来没什么用。大叔还听说过一个偏方，说喝尿很管用，于是他决定 그냥 생각만 하고 말았어요. 행복하더라고요. 这些方法里面就属喝可乐最管用，每次喝完都能消停半小时。出门在外没可乐怎么办呢？这也难不倒他，随便找根玉米干就往喉咙里捅，利用催吐来止嗝。这个方法虽然痛苦，但效果不错，所以晚上睡觉也要提前在枕头旁放一个痒痒挠，一打嗝就把它塞进嘴里。还不行的话，他会强迫自己喝高度白酒，靠着酒精的麻醉才能勉强入睡。医院也去过了，也没有检查出任何病理性的原因，医生认为是心理问题导致的。沟通下来才知道，原来8年前大叔和别人有过纠纷，当时闹得很厉害，大叔一气之下怒火攻心，也不知道怎么搞的，突然就开始打嗝了，从此就没再停下过。医生说了很多心理学原理，我也没听懂，简单来说就是一个偶发事件触发了一个强大的心理暗示，反正是最后在医生的帮助下，大叔终于恢复了正常。他只是张张嘴就把所有人吓到花容失色，因为他天生就有个长舌头，足足有10厘米，和朋友一对比，感觉比别人长1倍，舌头可以轻轻松松舔到鼻子，酸奶都比别人吃得快，不借助任何工具，杯底被舔得干干净净，狗见了都流泪。之所以有这么长的舌头呢，一方面是遗传，另一方面是经过他长期训练，舌头附近的肌肉很发达，能很好的控制舌头。经过测量足足有10厘米，确实挺奇葩的。比他更夸张的是下面这位大姐，她全身没有骨头，把手固定在凳子上，她可以围着凳子转圈，
正常人手臂只能转200度左右，他却能轻轻松松转360度，用圆规画圆也能一气呵成。不论是弹钢琴还是开车，一只手都游刃有余。然而他身体其他部位却非常僵硬，脚踝能转动的幅度很小，把腿绷直，双手也够不到地面。他觉得是因为自己手臂没有关节，所以才能旋转360度，这怎么可能呢？来医院一查，关节还是有的，只不过他的肩关节和肘关节活动范围比正常人大，所以才能进行360度旋转。小伙脱掉上衣，所有人都匪夷所思地看着他。大妈还忍不住上手摸了又摸，只因他背上长了一颗巨大的黑痣，从脖子一直延续到后背，上面长满了毛发，又粗又硬，就像穿了一件黑色毛衣。等他回家脱掉上衣，才看清这颗黑痣的全貌，整个后背都被黑痣覆盖，比想象的还要大。不仅如此，连腿上也有无数颗黑痣。但小哥一句是不是很酷，让大家都觉得很意外。他并没有因此自卑，虽然走到哪都是别人议论的焦点，别人的指指点点，小哥并不在意，还主动让人摸摸看，满足他们的好奇心。然而小时候却不是这样的，上学时一直遭到同学嘲笑，都说他是个怪胎，给他起了很多外号，这让他很自卑。父亲一直鼓励他要积极的生活，既然无法改变现状，首先自己就要接纳不完美的自己，让内心充满正能量，不要在意别人异样的眼光。从那之后，他就开始大方展示自己的与众不同。他的梦想是成为一名厨师，现在每天都会下厨练习烹饪，等妈妈下班回家，总能准备好一桌丰盛的晚餐。야근한 거 맛있다. 네가 하는 게 더 맛있네. 당연가요. 앞으로 내가 해야 될 게 뭔가 있는데. 但妈妈总觉得对儿子亏欠太多。丈夫去世后，家里一直并不富裕，没条件给儿子看病，错过了最佳治疗时间，儿子却没有任何抱怨，这让他更内疚。不过呢，节目组就是大气，直接带小哥来到大医院。初步检查后，医生表示黑痣一直在生长，现在要先确定黑痣是否病变，接着又进行了一番全面检查。医生给出的结论是，黑痣可以慢慢的逐步去除。这下小哥对生活更加充满了希望。不管怎样，小哥还是很值得我们学习的，保持乐观的心态最重要。他出门随身拿着一把剪刀，见人就盯着别人的头发看。他并不是理发师，只是想要别人的一根头发，把头发固定住。接着又拿出微雕刻刀，这是要干嘛呢？他说要在头发丝上刻字，这不开玩笑吗？大叔也没回应，自顾自的比比划划。随后又给头发涂了一层白色的颜料，在显微镜下文字还真就显现出来了。5毫米长的头发丝上，竟然密密麻麻刻了105个字。不仅如此，他还可以在沙粒上刻字，也能在5厘米的石板上写一部千字文。这可不是一件简单的事，他需要2年才能全部完成，期间要更换20多种刻刀，比硬币小很多的铁块上也能刻800多个字。大叔说在头发上刻字很考验人的耐性，刚开始就拿自己的头发练习，1年下来头发日渐稀疏，现在都是用别人的，和别人见面都是先看头发。黑长直是他的最爱，现在还开了头发展览，小朋友都看傻了。大叔目前只能在头发上写一行字，说希望以后可以在头发上画一幅清明上河图。他把一坨大便锁在了保险箱里，还说这大便价值100万，里3层外3层的打开，这不就是块石头吗？但他说这是金鱼的便便，名叫龙涎香，高档香水就是用这玩意做的，比黄金还要贵10倍。拿在手上，明显比真正的石头要轻很多，闻起来还有种雨后的泥土味。难道真的是龙涎香？大便是在自家养鱼场发现的，他本来以为是块石头，随手扔水里竟然飘了上来，长这么大哪见过这情况？上网那么一查，和网上说的龙涎香非常像，这不一夜暴富了吗？朋友们都觉得这是真的，但村里老人表示，他们这地方根本就没出现过金鱼，哪来的金鱼大便啊？说再多都没用。接下来直接找专家，专家说龙涎香其实是金鱼体内的一种结石，非常稀有，可能100只金鱼里面都不一定有一个。接着对着大便一阵猛闻，还做了简单的测验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质地都非常符合，初步判断这可能就是龙涎香。接着对其取样化验，大叔满怀期待，离财富自由越来越近了。然而一番分析后，结果却显示这并不是龙涎香，只是一块在海上漂浮很久的塑料泡沫。大叔的宝贝瞬间一文不值，妻子安慰大叔，但大叔反手就撒了一波狗粮，你才是我的臭宝呀。家里没人留长发，卧室却常常出现超过1米的头发，最长的能达到2米多，比他本人都高，有时出现在厕所，有时出现在卧室。拔一根自己的头发做对比，无论是颜色还是触感，都几乎一模一样。他认为这就是人的头发，关键家人都是短发，而且最近来做客的也都是短发。一开始还误会了老公，以为是老公在外面带来的。这种现象是1周前叠衣服时发现的，衣服是刚从烘干机里拿出来的，赶紧查看烘干机，里面却干干净净，毛都没有。可慢慢的头发出现的越来越频繁，看着吓人。房子是他们租的，刚住进来也没几个月，而且像这样的房子，租金却很便宜。当时房主也是很着急的往外租，他们怀疑房子里发生过什么不好的事，难不成真有那东西？摄像小哥才不信，带着毛发找到专家，
专家研究半天，说从厚度和质地来看，确实跟头发非常相似。接着又放在显微镜下这么一看，结果显而易见，这并不是头发，而是一种线头，应该就是衣服上的一些缝线。接着妻子检查了所有衣服，果然在一件西装上抽出了一模一样的线头，长度也完全吻合，又是虚惊一场。他的眼睛会喷水，倒上一杯汽水，直接用鼻子喝，喝完捏住鼻子掰开眼皮，只听吱的一声，一道细水柱从眼角喷了出来，喷出了2米远，足足持续了5分钟。这还没完，他又拿出一个气球塞进耳朵，捏住鼻子后，气球竟然一点点的变大，耳朵直接成了打气筒，不一会就把气球吹爆了。接下来他又表演了其他几个绝活，都是在眼睛射水基础上延伸出来的。他说做这些就是为了好玩。之前看了一个狗血韩剧，非常感人，但很奇怪，看着看着家里的天花板突然开始漏水，但外面并没有下雨啊。原来不是天花板漏水，是自己的眼泪喷出来了。这才知道自己还有这种绝技。从此他开始不断挑战自己，从刚开始喷得很短，慢慢到现在能喷2米远。现在他还要做个更大的挑战，用眼睛喷水灭蜡烛。结果喷出来的水流太小，没有成功，对着镜子左看右看，不应该呀。接着打了几个喷嚏疏通鼻腔，又试了几次还是不行。原来小哥是感冒了，他表示等自己好了会继续挑战。听说世界纪录能喷4米，自己准备刷新下。